第4集，玉公子一言西干戈。为首将军在城楼下叫嚣，片刻见得城门大开，仅有一名白衣男子踱步而出，此人貌似手无寸铁之力的书生，着实令人小瞧。正当将军准备出手教训对方，怎知玉无缘一招将他打落下马，随后高声求见商州主帅范世济。素闻天人玉公子举世无双，乃当今4公子之首，可范世济敬重对方慈悲之心，却无退兵之意。玉无缘直言，此时6州暗潮汹涌，众王心怀鬼胎，若是他执意引起此等不忠不仁之战，恰巧是给5州进犯商州的机会。纵然商州较为富足，但是武力在6州之中绝不算上乘，所以玉无缘承诺会与洛城城主商量，只要范世济愿意退兵，从今往后可对商州赋税全免。范世济听了有些动心，当场答应回去向商王禀报，而玉公子一言西干戈，令众人无不为之赞叹。白风夕子系黄巢，自觉与黑风夕相识多年，早已该对世间男子形貌以平常心看待，可今日还是忍不住惊艳，并且识破他的真实身份。其实在白风夕打量黄巢之时，对方也在审视着白风夕，一个能与黑风夕比肩的名字隐约浮现，奈何难以分辨形貌，一眼看去实在无甚可取，配不上江湖传闻的风华绝代，所以黄巢与白风夕立下约定，待他日后将此荒山辟为一座清湖，届时可邀请白风夕进言敌臣。白风夕欣然答应，且在酒足饭饱之后，叮嘱韩普将所剩食物打包带走，紧接又将燕瀛州的银刀交给他。见刀如见人，而当初此物正是落入白风夕之手，黄巢这才确认了他的身份，不由感慨此人当真是天下第一奇女子。考虑到白风夕所遭遇的麻烦，为报还其恩情以及洒脱，黄巢决定先去趟天霜门，帮他解决那些追讨旋即令的人。范世济回应悬挂免战旗，立马修书传回商州，怎知刘公公竟以违反军纪为由，下令将他斩首祭旗。与此同时，玉无缘也在顾及会斗生变故，果然话音刚落，刘公公率领商州大军合围而来，是要攻破洛城。玉无缘承诺与洛城共进退，有信心可拿下此战，而后来到城楼之上，命令大军以3才阵应战，正门众将士随时听他号令，以悬囊之阵拖住大军，击鼓助威。眼看着两军蓄势待发之际，黑风夕及时现身制服刘公公，警告他若此刻攻城，会令商州大军腹背受敌，至于冀州的征天旗已在路上，只需半日便可抵达。刘公公吓得双腿发颤，忙不失迭答应退兵，直至大军折路返回，玉无缘立马下了城楼，直奔黑风夕而去，向他拱手作礼表达感谢。当夜城主下令通宵庆祝，玉无缘和黑风夕也因此相谈甚欢，这一笑一礼一换间，一个优雅如在金马玉堂，一个飘逸如立白云之上。世子黄巢命人送来书信，信中透露2好1坏的消息。黑风夕猜测坏消息乃是燕瀛州为护旋即令而死，至于好消息无非是旋即令落入黄巢之手。可当他听闻黄巢在天霜门外山上偶遇白风夕，对其夸赞有加，居然是心生醋意。如今玉无缘只占洛城，依然忧心天下，当真人如其名，黄巢能得此良辰，已然野心昭显，令黑风夕不得不格外慎重。反观白风夕带着韩普回天霜门路上，幸亏有黄巢解围，这才摆脱那些江湖人士的纠缠。白风夕向师父汇报自己与断魂门交手，其内高手如云，尤其擅长刀阵、6鬼阵、8鬼阵这些致命招数，个个凶残至极。白建德听闻一面手帕绣着茕茕与巨虚，不由想起当年大东崇德年间的战乱，曾遭一支神秘军队袭击，从而怀疑他们蛰伏100年，如今又以断魂门的身份出现，恐怕再起纷争。与师父交谈完之后，白风夕给韩普准备一身天霜门弟子的衣服，叮嘱他不必急着长大，眼下只需好好练功，人得定了目标才能活得有意思。韩普想要成为白风夕一样厉害，同时想到了黄巢，不知他以后是否能够成为皇帝，又是否像画本那般高处不胜寒，孤独地守着江山。
雍州三殿下封举趁着练兵之际，美名其曰要去看望卧床养病的二哥封兰溪，实则是想探个虚实。奈何黑风息还未归来，兰溪府管事还娘唯有死守门口，不肯让封举进去，直到大殿下封常出面解围，故意在众人面前用鞭子教训还娘，一出苦肉计，终是将封举震慑住。还未等封举反应过来，只见雍州都督任如松从门外进来，怒斥大殿下殴打宫中女官是何道理。封举眼看着大哥和任如松即将争执，急忙上前劝和。任如松顺势提出要去找二殿下兰溪评理，封举透过门窗隐约看到有人疗伤，也就打消了心底的疑虑，找了个借口便离开。眼看着封举消失在门口，任如松总算落下心头大石，连忙向大殿下封常道谢，若非他出面，又怎能吓跑三殿下？可事后封举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，思来想去，决定要向父王告状。雍王完全不信封兰溪会擅离行宫，恰好明日便是休沐，便准备带着封举前往温泉宫。